被魔改的中式快餐，中国人不吃，却能在美国大卖特卖。拒绝入华的熊猫快餐到底有多奇葩呢？他把炒饭炒成了甜的，把陈皮鸡改成了炸鸡果糖浆，一边高喊着中华文化，一边又用番茄酱征服美国人。熊猫快餐在美国能火到啥地步呢？美国人一周不吃2頓，總觉得缺点啥，在不少美剧里也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在《生活大爆炸》里，希尔顿经常会点他家的陈皮鸡，《吸血鬼日记》里也经常出现中餐的外卖盒。可在全球開出2000多家門店，一年營業額超過260億人民幣，卻從不打算進入中國市場。這隻來自中國的熊貓，為啥能在國外把中式快餐做得風生水起呢？熊貓快餐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給美國人量身定做的中餐。它的創始人程正昌1947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因為父親程明才能燒得一手地道的江浙菜，曾經還為不少名人掌過勺。雖然程正昌從小就生活在廚藝文化的氛圍裡，可一開始他志並不在此，而是痴迷於數學。18歲時，程正昌漂洋過海到美國求學，在密蘇里大學數學系拿下碩士學位。1973年，為了在美國站穩腳跟，養活一家人，程正昌和父親一番合計，決定發揮家族廚藝優勢，在加州帕薩迪納市開了家中餐館，取名御風園。父親和母親當大廚，程正昌則擔任經理。為了做符合美國人口味的中餐，他果斷對菜品進行了改良，推出了陳皮雞、酸甜排骨、五香蝦等符合美國人口味的菜式。其中又酸又甜、油多醬濃的陳皮雞最受歡迎。1983年，積累了10年經驗的御風園迎來重要契機，在附近一家大型購物商場開分店。當時中美邦交走向正常化，熊貓、猩猩和玲玲作為珍貴禮物抵達美國國家動物園，全美國掀起一陣熊貓熱。程正昌也順勢將店名改成熊貓餐廳，結果門店越開越多。但熊貓快餐能爆火，菜品絕對是關鍵。但如果讓一個廣東人來嘗一下熊貓快餐的炒飯，大概率會皺起眉頭，因為它的米飯是冷凍回鍋的，炒出來沒有鍋氣，配料又是寡淡無味，一口下去都是甜味兒。可這偏偏就是熊貓快餐最火的品類。前面提到的陳皮雞也是熊貓快餐的主打菜品，而這道菜是程正昌受陳皮牛肉啟發，把牛肉換成雞肉，在醬汁裡加入蜂蜜和陳皮改良而來。他將雞肉裹上麵糊，炸得金黃酥脆，再淋上橘子味甜辣醬，本質上就是美式炸雞的中餐變種。說它是假中餐，它確實不地道。但說它是真中餐，卻也因為是中餐，牢牢抓住了美國人味。而且熊貓快餐的菜單特別精簡，常年就20來種選擇，不像咱們國內的中餐館，菜單厚得像本書。對美國人來說，這樣點餐不費勁。中餐一直以來都是一種難標準化的菜系，同樣一道菜，不同廚師做出來味道可能都不一樣。但熊貓快餐偏不信邪，硬是把中餐做成了流水線產品，效率高得嚇人。他家所有食材都由供應商統一配送，調味料也是提前配好的複合包，後廚根本不用複雜烹飪，基本就是加熱翻炒就行。而程正昌的老婆蔣佩琪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研發了一套熊貓自動工作站系統，這套系統能管點餐、算庫存、搞採購，甚至能通過數據預估當天能賣多少份，需要進多少食材，避免浪費。除此之外，它的供應鏈也很靠譜。中央工廠提前把食材預處理好，再用冷鏈送到各個門店，既能保證新鮮，又能省门店的時間。為了在美國人心中留下好感，熊貓快餐每開一家新店，都會把開業當天營業額的20%捐給當地社區的公益機構，比如幫社區建公園、資助貧困學生。這樣一來，當地人也覺得這不僅是一家賺錢的餐館，還是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好鄰居。可熊貓快餐在美國既然賣得這麼好，為什麼不回國內撈金呢？像真功夫，憑借蒸的手藝，已經在國內開出600多家門店。而老鄉雞敢於直面使用預制菜，採用安徽硬核土雞做湯，在全國也開出了1000家門店。這些品牌的單日客流量要比熊貓快餐在美國的門店客流量還要高出40%。對此，創始人程正昌也表示，國內中餐不需要這一套，但如果在國內，熊猫快餐開一家正宗的中餐，未必會有消費者喜歡。畢竟國內的消費者一出門就是大把的正宗湘菜、地道川菜，就連馬路邊的炒米攤位都是有鍋氣的。在這種競爭力下，熊貓快餐壓根兒沒有優勢，而且國人更注重飯桌上的那點煙火氣。可熊貓快餐早就習慣了把每道菜都按標準化流程，包括溫度、重量、出鍋時間，這種產品壓根兒在中國沒有生存空間。如今的熊猫快餐已經不滿足於只在美國市場，在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迪拜等國家都陸續開出了門店，但一直擴張讓它也面臨不少難題。比如不同國家的口味差異太大，像在印度就得把菜做得更辣，在歐洲可能要多加點奶酪和面包，到了東南亞又得適應當地人愛吃的香料味。怎麼在保持品牌特色的同時滿足不同地區的口味，是熊猫快餐一個不小的挑戰。說到底熊猫快餐能火，靠的就是它懂什麼叫因地制宜。它雖然不是最正宗的中餐，卻用美國人能接受的方式把中式快餐賣到了全球。